听着，这简直是一场完美的教科书级别的道德风险案例。就在几天前，1月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那个由多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刚刚在福岛排海口3公里处测到了超过日本自己设定安全限值的放射性浓度。白纸黑字，科学仪器不会说谎。然后仅仅过了14天，1月22号，东京电力公司，就是那个制造了这场灾难的公司，宣布了它2026年的新计划，不是停止，不是反省，不是寻找更负责任的方法，而是排放更多。他们把明年的排放计划像发布一份普通的财务预算一样，摊在了全世界面前。这已经不是傲慢，这是一种对全球公众智力的蔑视，一种对经济规律的赤裸裸的挑衅。你们以为这仅仅是几吨水的问题吗？不，这是一个巨大的、缓慢移动的金融地雷，它正在被故意埋进全球海洋这个最重要的公共资产里，而它的引爆器攥在一家满脑子只想着削减成本、改善报表的私营公司手里。我的老搭档沃伦常说要寻找有护城河的企业，但东电和日本政府正在干的是在给全球渔业、海产贸易以及相关产业链挖掘一道充满放射性物质的护城河，一道谁都不愿意跨过去，却被迫要为其支付过路费的鸿沟。他们想把福岛核电站的资产负债表清理干净，方法就是把负债项、那些难以处理的核污染水以及与之伴随的长期风险，统统转移到全球海洋的资产负债表上。而这张表的股东是地球上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以海为生、依赖海鲜蛋白的人们。这根本不是环境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严肃的、与每个人钱包厚度直接相关的财经议题。如果你只看到新闻里关于辐射的争吵，而没看到它背后成本转嫁、风险转移的冰冷算计，那你很可能已经在为这场盛宴买单，只是还没收到账单。看看这份2026财年的排海预算吧，计划分8次，排放大约62400吨水，比今年多排一次，总量多7800吨。他们声称释放的放射性夺总量控制在11万亿贝克勒尔，低于日本政府设定的22万亿贝克勒尔上限，看起来很有节制，对吗？就像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管家。但数字游戏是最容易迷惑人的把戏。截至去年底，他们已经排放了相当于5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核污染水，而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排放口附近的过浓度已经接近他们自己设定的本应触发紧急停止程序的阈值的2倍多。更关键的是，像 Len-90、Gen-137 这些更危险、更容易在生物体内富集的放射性核素浓度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暴涨了 78% 和 120%， 这可不是什么预期之内的波动。清华大学的团队用他们的风险模型测算，这些物质随洋流扩散，100天就能抵达东太平洋，300天就能形成全球性的扩散趋势。而传播最快的载体不是海水本身，是国际贸易，是那一船船跨越海洋的海产品。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宣称排放是安全的、可控的，符合标准；另一方面，实际监测数据却在打脸，显示关键指标在恶化，操作流程在走捷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前脚刚确认超标，他们后脚就宣布明年要加量。这逻辑就像你发现汽车的刹车偶尔会失灵，
你的反应不是送修，而是宣布明年要开得更快更远。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商人都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核心资产。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并不真正把全球海洋和依赖它生存的渔业经济视为需要珍视的资产，他们视其为可以倾倒成本的荒地。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动机为什么铁了心要加码排海？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动力，是成本纯粹而简单的金钱计算。把水储存在那些巨大的储水罐里，需要场地，需要维护，需要持续的管理和监测，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看不到尽头的经营性开支。而把它们处理一下，且不论那套多核素处理系统是否真如他们宣称的那样高效，然后排进大海，从会计上看，成本就一次性了结了。水排出去了，罐子空了，甚至计划在明年3月底前拆掉12个储罐，空出地方来堆放更麻烦的核燃料碎片。看，资产负债表清爽了，场地利用率提高了，未来的资本支出预期也降低了。对于东电的管理层和股东来说，这难道不是优化运营、聚焦核心任务的明智之举吗？至于排出去的东西会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给全球渔业、食品贸易带来多少额外的检测成本、信任成本和市场损失，那不会出现在东电下一季的财报里，那是由无数渔民、进出口商、消费者和各国政府来分担的外部成本。将私人成本社会化，这是历史上所有污染企业最擅长的魔术。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纵容与共谋。日本政府不想也无力承担将这些水长期储存并寻找更稳妥处理方法的巨额财政负担。政治上，他们也急于摆脱福岛这个梦魇，哪怕只是表面上的。于是他们为排海背书设定一个自己认为安全的标准，然后放手让东电去操作。他们把一项具有全球性长期风险的决定包装成一个国内的技术性的操作问题，这本质上是一种主权债务违约的变种，只不过他们违约的不是金钱债务，是环境责任和安全信任的债务。他们试图单方面核销这笔债务，让全世界来承担坏账损失。第三个原因藏在操作的细节里，那才是真正体现其为成本论精髓的地方。根据报道，他们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多核素处理系统的关键部件，那些吸附柱已经连续运行了22个月没有更换。在工业领域，任何过滤装置都有效率衰减，定期更换是保证效果的常识，但他们为了省钱，延长了更换周期。去年年底福岛地区发生地震后，他们重启排海时，没有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的逐步增加流量以观察系统稳定性，而是直接开到了最大流量，稀释不足，加上吸附效率可能已经下降，结果就是排出去的水浓度超标。这根本不是意外，这是在已知风险参数下为了赶进度、省麻烦而做出的故意选择。每一次违规操作都能在账本上省下一笔小小的开支，无数笔这样的小开支汇聚成了财报上好看的利润数字，而所有的风险则被稀释进了浩瀚的太平洋，仿佛消失了。但这只是财务上的障眼法，在现实世界里，风险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和积累。所以，当我们谈论福岛核污染水时，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与财经世界无关的环保话题，我们是在解剖一个经典的风险制造与转移的金融案例。
东电的举措短期内可能改善其自身的财务状况，降低其运营成本，但与此同时，它正在向全球渔业和海产贸易体系注入一层巨大的、不可逆的风险溢价。这笔溢价现在已经开始计价了。日本的渔业协会已经在哀嚎，福岛附近海域捕获的鱼曾测出辐射超标180倍，即便没有超标，市场的恐惧也足以让价格崩盘。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已经实施了严格的进口限制，这仅仅是开始。想知道这场由一家公司主导的成本转嫁行动，最终会让你的海鲜账单涨多少吗？想知道全球海产贸易链条上哪些环节的企业会率先爆雷，哪些看似无关的板块反而会意外受益？这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的跨国界的成本传导机制，从检测费用的激增，到保险费用的上涨，到替代品需求的转移，再到消费者信心的崩塌与重塑，每一个环节都是金钱的流动和投资机会的变迁。我花时间梳理了东电近几年的财务报告要点，对比了排海计划公布前后其成本结构的变化预测。我也整理了日本主要渔业产区近2年的营收数据跌幅，以及全球主要海产进口市场政策变动的图谱。这些原始数据和我的交叉分析结论，可以让你清晰地看到风险传导的路径。关注这个频道，我会在后续的讨论中逐步揭示这些数据之间的联系，并且我会把其中最关键的一份数据清单和风险传导路径图放在评论区的置顶位置，那是给持续关注这一事态发展的我的观众们的一份参考资料。它不能给你答案，但它能给你一个自己思考的起点，让你看清钱从这个口袋流向那个口袋的轨迹。那么这整件事最终会走向何方？对于市场和你我的钱包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用一点基本的终局思维来推演。这场博弈的终点不是核污染水哪天排完，而是全球市场何时完成对日本海产品这一资产类别的风险重估，以及供应链如何彻底绕开这个风险源。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而且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快、更无情。首先，最直接的传导链条，海鲜价格，尤其是中高端海产品的价格，将承受持续的结构性上涨压力。这不仅仅是日本产品的涨价，而是全球性的。原因有几个层次。第一，供给的实质性减少。日本自身渔业正在经历一场完美风暴，北海道扇贝预计2026年再减产15%，产量将降至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青森县的扇贝养殖甚至遭遇了死亡率超过90%的毁灭性打击。这些损失是真实发生的，与排海可能无关，主因被指向海水升温等气候因素，但它们大幅削减了全球优质扇贝的供应。第二，信任坍塌导致的优质供给消失。即便来自日本非福岛海域检测合格的产品，其安全信任溢价也已荡然无存，甚至沦为负资产。这部分原本属于市场高端区间的供给，实质上从全球货架上消失了。第三，替代与转移的成本。商人们不傻，他们会转向其他产区，如加拿大、挪威、新西兰或南美，但这意味着新的物流、新的认证、新的关系构建，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成本。第四，全局性的贸易环境恶化。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明确指出，全球海鲜经济正面临持续通胀和不确定贸易政策的双重打压。
美国可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调整了部分海鲜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局部的供给冲击都会被放大，因此，消费者将面对一个局面：原来常买的、性价比高的日本海产可能买不到了或不敢买了，转而购买的其他产区产品价格更贵。而整个海产市场的价格基线因物流、关税和通胀压力本身就在上移，这笔账最终会体现在每个家庭的食品开支账单上。其次，相关企业的股价波动将不再是简单的事件驱动型炒作，而将深刻反映其长期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东电的股价可能会因为排放效率提高、成本控制见效而出现短暂的技术性的反弹，但任何清醒的投资者都应该问自己，这家公司的核心价值驱动是什么？它是一个能够创造增长、为社会解决需求的伟大企业，还是一个在政府无限信用背书下专门处理历史遗留灾难，且不断制造新外部风险的负现金流管理实体？它最新的动作是又从公共资金池里申请了额外的280亿日元，用于支付预计在2月底前就会超支的赔偿义务。该公司从核事故公共支持框架中获得的总资金已超过11.66万亿日元。投资它本质上是在赌日本政府会永远不惜一切代价为其兜底，并且全球社会会默默接受其风险外溢。这是一种极其脆弱和被动依赖型的护城河。相反，那些深受其害的日本渔业公司，其面临的则是需求断崖和成本上升的双杀。他们的困境早在排海之前就已注定。日本渔业总捕获量在过去40年间暴跌超过70%，从峰值1282万吨跌至不足400万吨。资源枯竭，管理失效，人口老龄化是更深层的主因。排海带来的市场信任崩塌，不过是给这个长期下滑的行业踩下了一脚绝望的油门。他们的股价任何反弹都可能是逃命的机会，而非反转的信号。那么，机会在哪里？机会在破坏性创造之中。当一条旧的、充满风险的供应链被市场抛弃时，新的链条必然会崛起。我认为有几个方向值得思考。第一，海鲜检测与溯源技术。当产地信任破产时，对过程信任的需求会飙升。能够提供快速、廉价、不可篡改的辐射及污染物检测设备与数据服务的公司，将直接受益于各国监管加强和消费者疑虑带来的海量需求。第二，替代蛋白与陆基养殖。这不是指普通的养殖鱼，而是指完全脱离海洋环境，在可控系统中生产的高品质蛋白。当人们对海洋污染风险感到不安时，这部分需求会被加速催化。第三，新供应链的枢纽企业，那些早已在东南亚、南美、北欧等地建立稳定采购渠道和加工能力的贸易商或综合企业，将迎来价值重估。他们将成为填补市场空缺的关键节点。荷兰合作银行的报告就指出，地缘政治正在重塑全球海鲜贸易格局，企业必须优先实现采购和销售渠道的多元化。谁能更快地调整航向，谁就能吃到这波供应链重塑的红利。对我个人而言，建议是简单而直接的。对于普通消费者，近期尽量减少食用产地不明的海产品，特别是贝类等易于富集污染物的物种。购买时关注可追溯的产地标签，这不是矫情，是最基本的风险管理。
对于投资者，远离东电和那些深度绑定日本近海渔业的企业，他们的财务报表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其背负的全部风险，可以把研究精力投向我上面提到的那几个替代性方向。对于从业者，是时候重新审视你的供应链地图了。正如粮农组织报告所警示的，这个行业正面临日益复杂的贸易环境。把鸡蛋从日本海这个篮子里拿出来一些，分散到其他更稳定、更少争议的海域去，这不是政治表态，这是商业常识。从更长的周期看，日本单方面推进排海，最终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信誉破产。它短期内省下了一些储存成本，长期却葬送了整个国家渔业品牌的100年价值，并让自己背负上全球环境风险制造者的恶名。这无异于为了挽救一个漏水的地下室，而放火烧掉了整栋主楼。海洋确实是浩瀚的，具有强大的稀释能力，但市场与人心却没有那么大的稀释能力。信任一旦被击碎，重建的代价远超想象。我所做的这一切分析，不是为了散布恐惧，恰恰相反，理性的恐惧是对抗盲目乐观和利益集团谎言的最重要武器。在投资中，我一生都在强调，反过来想，即先弄清楚怎样会失败，怎样会赔钱，然后避免它。在辅导排海这件事上，逻辑完全相同。我们先要看清这个决策是如何在成本压力下做出的，它正在将哪些成本转移给外界，以及这些转移的成本最终会沿着哪些路径悄无声息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和投资组合。看清了这些，你才能避开陷阱，甚至从他人的非理性中寻找到自己的机会。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一场排海而末日，但无数人的生计、无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成本结构，却会因此发生真实的改变。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像一名老练的病理学家一样，持续追踪这个风险肿瘤的转移扩散情况。我会结合最新的数据、贸易政策变动和公司财报，为你剖析这背后的财经脉络。不管你是想守护自家餐桌的预算，还是想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这里的分析都旨在给你提供一副看清现实的眼镜。现在轮到你了，你认为在排海气候异常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维打击下，日本渔业还有翻身的可能吗？或者你是否已经开始为餐桌上的海鲜寻找新的让你更安心的来源？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察和行动，我很乐意与你们这些保持思考的观众继续这场关于风险、责任与理性的讨论。